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谁在暗恋你？请大家在这3个图案中选择一个你最有感觉的图形，究竟是四方阵、梅花阵还是三角阵？请把你的选择发在评论区或者弹幕上，并把缘分花开4个字打上去。短视频的朋友请双击牌面。我们来看三角棋子的选择，有没有人在暗恋你呢？这个棋象显示呢，曾经有，但是跑掉了，所以现在没有。那也就是说，目前是没有的。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来进一步的探索，为什么你的暗恋者，那个暗恋你的人会跑掉呢？会消失呢？这个棋象给出的启示呢，确实难度太大了。也就是说，他面对你的时候会感到一个压力很大的能量场，是亚历山大那种风格啊，会让人感到头疼，身体压力过载。也就是说，跟你相处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差事，这个必须实话实说呀，要不然他不会跑掉啊。那你身上的这种压力太多了，承载了很多没有必要承载的东西，所以造成那整个你对外散发的气场不是很正向甚至对别人还有冲击力。那这种气场，那尤其是遇到一些生命能量不是很强的家伙，就会把他们吓跑。那这个是需要你去调节自己的身体健康，还有调节自己整个的一个生命状态，让自己恢复到一个比较平和的状态，散发出一个柔和并且吸引人并且友好明亮的这样一个频道，会比较好一些。那会有很多缘分就会来被感召和被吸引，所以要让自己的心情开心一些呀。虽然有压力，有很多不开心的事情虽然生活给了你很多烦恼，但是这颗心你是可以把控的呀，你是可以让自己开心一点、快乐一点的，情况还没有糟到你不能把握的地步，对吗？你只有让自己的心明亮起来，才可以走入更好的一个状态开启更好的剧情和剧本，你说对吗？那本身你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也懂得很多的技巧和手腕，但这种技巧和手腕，如果你显露出来，让别人看出来了，并且过于频繁的使用呢，就反而会让对方不舒服，或者会把对方吓跑。尤其是在感情中是最好少用这些东西开启这个频道。所以这里边就可以挖出很多东西比如说更深层次的烦恼不安全感包括恐惧和无明这些都是内在修炼的功课。如果这些功课没有解决呢，那你外面所展现出来的这个气场就会很有压力，就会把你可能吸引到的感情的缘分吓跑因为他们的能量场承受不住你这么强大的攻击力，他们会感受到。那这就是为什么在感情上要进行自我调养乃至自我提升的一个关键和必要性。如果你的状态不好，你是会把这份关系拉到一个比较低的频率，进入一个负能量循环，乃至越来越糟的一个循环，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所以你最好尽快走出这个生命低谷、命运低谷。那看这个三角阵，这个三角阵是告诉你怎样才能拥有一份好的感情呢？第一点呢是需要放下你以前的很多东西，这些东西呢是你以前的观点、习惯、成见，还有伤害、伤痛，这些东西是障碍你进一步前行的一个地雷，会葬送你很多缘分。所以这些东西该扔的包袱一定要扔掉，你拿着这些包袱没法很快的轻装前进，对吗？所以过去的那些黑暗不要念念不忘，它也不应该成为你开启新生活的一个障碍过去的感情、过去的烦恼、挫折和失败都让它过去。现在的你很安稳，现在的你已经
在客观上其实已经慢慢步入正轨，所以不会有大的这种被冲击的危险了。所以你大可放，带着这种安心呢来进入感情之中，那可能看待对方乃至释放出的这种频率信号会不一样的，别人都会感受到你不一样的魅力，那自然就会被你。那所以你现在需要做的，如果是开启新的缘分，那就是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向。这个方向呢，就是你看待世界、看待生活的一个角度，一个新的角度。感情的事从来都不仅仅是感情的事，它是你看待人生、看待命运的一个层面，和你的根本的这个生命底色是息息相关的。那以前的你可能经历了很多灰暗、很多创伤、很多不堪回首的记忆，但是现在你需要找到一个新的方向，并且你已经找到了，那你只需要沿着这个正确的方向走下去，那生活就越来越好。把那些过去的负能量的包袱通通扔掉，通通扔掉，然后踏踏实实的去迎接一场新的感情，新的生活，就是这样。其实也不复杂，关键是你要找对方向，放下包袱，就是这样。那既然你处在这个人生的关口，那什么样的人能够是你的菜呢？什么样的类型适合你呢？答案来了，你是需要的是那种不要太复杂的那种类型，因为其实你已经够复杂了，经历了很多，一个简单而且真诚的类型会比较适合你，就是自自然然、坦坦荡荡的。不要伪装什么，刻意去把自己打扮成什么样子，那样会很累的。在感情里就是无所求，一颗本心。如果你碰到这样的人，那 OK， 他就非常适合你了，你不要错过呀。还有呢，就是你在寻觅的过程中啊，适合那种力量型，就是还不是那种太温柔的。要暴力一点，力量型比较适合你，因为在你陷入黑暗、陷入负能量的时候，只有暴力型的那种力量啊，还有这种真诚的力量，能够唤醒你，能够给你一个棒喝啊，这在感情中也是一个绝妙的搭配。还有呢，适合你这个人呢，应该也是最好处于事业上升期这个上升期的人呢，一方面呢，他懂你，他懂你过去所经历的东西，因为他也经历过。同时呢，他的这种崛起也会带给你希望，带给你们希望，会让你们的感情底色和关系底色呢变得特别明亮，特别温暖。所以你要留心啊，明确了这坐标，在接下来的这个生活中就要寻觅乃至擦亮眼睛，等待合适的缘分出现。最后呢，再给你一点忠告和建议。你走到今天呢，真的很不容易，一直在和命运抗争啊。很多的人生关口看起来不能闯过的，你都闯过来了。所以在很多严酷的局面下呀，你会战斗到最后一刻，你是这样的一个人，绝不向命运低头。现在可以说你已经走出了最黑暗的时期并且不会继续下沉了。OK， 就保持这种状态。你需要对自己经常说，你已经走出了黑暗，那些烦恼已经无法再困扰你了，你的人生会越来越好，你的感情也会越来越好。那个暗恋你的人，适合你的人，很快就会出现，会让你的生活进入一个很圆满、很明亮、很温暖的状态。祝福你。以上是关于三角棋子的解读啊，听完请选择一键三连支持我。四方阵的棋子啊，选择了这个的朋友们啊，
那这个奇象会告诉你们什么呢？到底有多少人，有没有人在暗恋你呢？从这个奇象看出来啊，有人在暗恋你，只是这个人数不是很多。这个对你暗恋的人呐，真的是很悲催呀！哎，他这个状态简直是虐身又虐心呐！啊，是一个身心双压抑的状态呀。所以你的这个伤害值还是很大的，魅力值也很大呀，把人家搞得已经成这个样子，快扛不住了。他再这么暗恋下去，恐怕他的身心就要崩溃了。所以也从反面衬托出你的魅力值还是很有杀伤力的，能够把人伤害于无形啊。那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具体情况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往下看啊。这个人吧，对你有心思的这个人，他还是挺具有冒险精神的。换句话说，他不是一个特别理性的人啊，是一个喜欢不一样、喜欢探索未知的人。所以他身上具有天然的浪漫气息。这种浪漫气息呢，它用在你的身上会给你带来很多的新鲜感和不确定性，这也是一种魅力值的表现方式。同时呢，这种冒险精神或者说这种不安于现状的探索精神啊，有时候也会反映在脾气上啊、性格上啊，变成一种冲动。这种冲动有时候，一旦过了那个中间点的话，它会变成一种障碍，或者说一个短板。所以当有时候遇到一些关口和事情的时候啊，他的这个弱点会显现，一下子脾气变得很暴，会变得貌似失去理智啊。但这种失去理智并不是失去民事行为能力啊，而是失去一种理智和比较客观的状态，变成了一种冲动和头脑发昏的状态啊，甚至说为了感情不顾一切。那他这种那从佛家来说呢，这是一种情执的表现啊，执着的非常过啊，情执再加上他不安于现状的这种内在的张力吧，所以他也是一个应该说能量或者说荷尔蒙很旺盛的人。这种旺盛它会展现在创造力啊、对生活、对事业的态度啊，还有很多与众不同的地方。所以他不是一个规规矩矩、平平常常的人，身上是带有那种与众不同的特性的。那另外一点呢，其实他也有一定的依赖性。虽然他是那种很喜欢冒险啊，很喜欢这种去做不一样的事情，但其实他的内心呢是很希望有一个归宿的。这种归宿感，是极度冒险和极度安全感的两极。当一个事情过度向一个方面摇摆的时候，乃至让所有人都知道或者看到的时候，那阳光下的阴影那一面一定是和光明的一面成正向、成正比的。有多亮，那个影子就有多暗。所以他的内心其实也是很渴望这种感情的依恋和归宿的，他希望为感情找一个港湾。所以呢，你不要被他外表这种咋咋呼呼或者很有张力、很有力量感的表现所迷惑啊，他的骨子里的另一面是非常需要感情的温暖和寄托的。如果说你和他真的要在一起的话，他其实也将来会很依恋乃至依赖你的。那他为什么不表白呢？那很简单啦，他觉得有点配不上你，他觉得你的条件比他好啊，他跟你的差距很大的，这种差距就像天地的鸿沟一样啊，所以在他眼中，哎呀，那你还真的是很优秀啊，几乎是惊为天人了。那面对这种情况，他是一个不甘于平常的人呐，身上还是有一股冲劲儿的。那这种冲劲儿会转化为一种不服输的精神，虽然差距很大，看起来希望渺茫哈，但是他也不会放弃，依然在暗恋你啊。这种精神还是可歌可泣的啊。遇到了这么多困难，或者说外在的客观条件多么不允许啊，他依然会不屈不挠的坚持这份心意，这也是他那种顽强力量的一种展现啊。那这种状况啊，有时候客观条件是差距比较大，
主观上呢又不肯服输，这两股力量很奇妙的交织在一起，就像一个冰川和火焰交界一样。这两个能量或者说这两种性格和视角吧，交织在一起，就催化出了一种奇怪的状态，就是突然有时候它会变得很佛系啊。既然不肯认输，那外边又无法突破，那只有先把自己的心意深深的埋藏起来，等待条件成熟的时候再让它生根发芽，等于把这份感情的种子封存在一个冷冻柜里了。这样它能够给自己内在的那种依恋感一个寄托，还有一个希望的火种。那这份火种能够带给他温暖，带给他力量。所以无论外面的这个人际关系还有客观环境怎么复杂，怎样烦恼，那其实这种内心的爱的种子在他心里始终还是在的。这一点还是挺感人的，而且也是一种超脱。就是外面刮着风暴，里面一盏小油灯，哎呀，这种感觉真的很有电视镜头感呢。那他看你是什么样子呢？他眼中的你呢，还是挺有能力的一个人，很有处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非常善于在复杂的关系中来去如风，就游走于众人之间。但最后呢，刀光剑影都落不到你的身上，可以说，你在他眼中是一个高手，处理人际关系的高手。但是这种观念很难说完全是好事，因为一个人表现的手段上太高了，有时候在感情上未必是好事，反而会过犹不及，可能还会给你减分，在他脆弱的时候。所以这是一柄双刃剑呐，这也是一种无奈的表现吧。所以这就是人心里的矛盾之处。人很多的能力或者说长处，换一个角度呢，他又未必能够令人满意，他就变成了短处。所以他眼中的你呢，是一个真的聪明的有些过头的这样一个人。当然呢你的经历和遭遇呢，他也看在眼里，知道你也不容易，要闯过很多关口，要面对对手和敌人的围追堵截、明枪暗箭，所以一路走过来可以说是杀出重围。没有这种手段和能力，也真的走不到今天，也无法出现在他的视野上另外呢，你在他眼中还是一个特别敢拼的人，豁得出去的人，敢赌，这个赌注有时候还蛮大的。那这几个元素综合在一起那你在他眼中真的是一个绝地战士一个绝地战士是不是一个好的伴侣呢？他究竟是这种仰望平视还是帮助呢？那我们往下看，当他出现在你眼中的时候他的形象也是蛮多重的，有好几层外衣。他是一个怎么说呢？其实他的表象和他的内心并不匹配。这种表象呢，有意无意变成了一种伪装色，虽然未必是他有意伪装这也是他天然的性格使然。他面对公众或者说面对大多数人的时候，会有一套行为方式，但是他自己真正的内心内在最柔软的部分却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他展现在你眼中的那个形象并不是真实的他，那只是一个保护色，就像变色龙的伪装色一样，能够保护自己不受到天敌的攻击和伤害。所以你看到的未必是真实的。他呈现给你的这个样子呢，有时候会容易放高调，所以你会觉得这个人容易爱说大话，说了大话又做不到，眼高手低，只是空想和做梦罢了。有这种感觉也很正常。但你所看到的、眼见的未必是真实的。他是一个其实既是一种矛盾，也是一种纠结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人，而且蛮有张力的人这种张力体现在他生命的内在，而且他不会轻易袒露给别人看。他现在呢可以说也并不是最完美的状态呈现在你的面前，他还没有完成自己的进化。当他完成自己进化的时候，会有一次华丽的蜕变，可能是脱胎换骨的
那个时候再看到他的时候，就是换了一个人，跟他以前的会完全是两个人，简直是天壤之别。所以现在你眼中的他不是将来的他，他的那种成长空间、变化空间真的很大的，不可限量。所以不要用现在的眼光去看他。那话说回来，他现在还在进化的过程中，还没有完成他的进化，所以你也不知道他何时会开启这个关键的按钮。所以这个人有点像一个谜，像一个一切都在待定的，不知何时会开的一把钥匙，一把锁。那把锁开启的时候会光芒四射，没有开启的时候呢，那会默默无闻，甚至被你看不上眼。这里边充满了变数和不确定性，而且加了好几层的破解密码。那这个局看起来有些扑朔迷离，面对着这么多的伪装色、密码和不确定性，所以这种暗恋状态和这种暗恋的矛盾可以说是难度非常大啊。那这样的境况对你们的关系走向会如何呢？你们究竟适不适合呢？尤其是在目前这个阶段，那结合以上所有的这些信息啊，那其实现在呢，这个关系，尤其是你的暗恋对象，他正处于一个盘整的阶段，他在整合自己。他现在呢，就像蝴蝶蜕变前一样，要把自己呢包在茧子里，要完成这个蜕变的历程，所以他没有精力去外化很多力量，或者说去向你表达、去追求你。他自己认为条件还不成熟，所以他会往后缩。往后缩，他是为了进一步的完善自己，让自己有力量、有实力。那这个过程什么时候完成，就要看他的造化了。那他呈现给你的样子，肯定是不足以作为一个鉴定标准的。那你们这份关系现在他还没有准备好，或者没有就位，那么这份关系更多的是其实是一个保守的状态，或者说是一个渐行渐远、风轻云淡的状态。那除非有一个变数，就是他提前完成了自己的进化和蜕变啊，他觉得自己到了那个生命节点了，他可以开启这个能量了。那这个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那所以在目前这个情况下呢，最大的课题是暗恋你的那个人，他没有完成自己的生命进化，他还在准备蜕变的过程中。那你这时候如果过于主动吧，或者说你去刻意做什么，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对双方都未见得是好事。所以有一个人在不远处默默地暗恋你，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啊。那为什么不保持一份距离美呢？不要走得太近，也不要让这份关系一下子突然显化、突然催生，这样都不是明智的行为。所以给你的忠告就是呢，在目前这个关系状态下，就保持它自然而然的样子就好了，让命运、让上天去决定它。那你们两个这个命运之线呢，就像水中的两朵花一样啊，所谓落花流水，看看能否交织在一起，这个交给上天去解决。如果真的你们两个有缘分呢，会有缘分的火花，不经意的就会碰触在一起。如果没有缘分呢，也就相忘江湖，又何必相濡以沫呢？所以这是最后给你的建议和忠告哦，祝福你。看一看梅花阵的选择，有没有人在暗恋你呢？肯定是有的，并且从奇象上来看呢，这份感情基础还算不错，而且发展起来的前景啊也会比较稳固，有迹可循，总体势头还是很不错的啊，很有潜力。那我们往下看啊，那这个暗恋你的人是非常的出色呀，在人群中可以说是出类拔萃，放在人群中比较显眼的那就是他了。那所以那也说明你是一个更优秀的人呐，能够被这样优秀的人所喜欢，一定是更优秀的人。那他同时呢也是能刚能柔，很会放低自己的身段啊。他在这个职场中啊，或者在关系中啊，是一个非常善于处理关系，尤其是善于处理传统人际关系的高手。可以润物细无声地接近别人，同时呢，又可以把自己放得很低，
需要出类拔萃、脱颖而出的时候呢，又可以及时亮剑。那在关键的场合啊，又强者强运，能够搞定一些大事，别人搞不定的一些攻坚或者艰难的事情，这个人可以搞定，业务能力是非常的强，总体的综合素质呢也是相当的出色，在思想上啊，在观点上也都非常的犀利，对事情有自己的看法，是一个比较全面的综合素质比较优秀的人啊。那这样一个优秀的人，为什么不表白呢？就是因为顾虑太多呀。这种人呢，往往在职场或者说事业上啊，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把这种方式在职场上呢是如鱼得水，但用在感情上呢，就是现在的这个样子，就有点拖泥带水、畏缩不前了，顾虑比较多。哎呀，这种顾虑呢，真的是瞻前顾后、左思右想，生怕是说早了或者说的不合适呢，把关系搞砸。所以他也在寻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寻找一个合适的方式。但这种方式呢，还真的不太好找。对于双方这个议会的要求会比较高一些。而且在职场中谈感情吧，这种事情，对于当事者来说呀，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系数的，所以顾虑值比较多啊。万一表达不当啊，这个事情没有成呢，可能失去的这个潜在风险呢会比较大一些。所以他一直迟迟的没有表白，一直想找到一个比较有把握的万全之策，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但是这个时机肯定是没有那么合适的。如果这样一直等待下去，恐怕等到黄花菜都凉了，也不见得有结果呀。他对你的看法嘛，其实还是比较正面的啊。你在他的眼中其实也是涂了一层职场伪装色。在保护着自己，披了一层外衣，不会展现出自己真实的样子。同时呢，周围确实也有很多对手啊，在明枪暗箭啊，给你下套，给你挖坑，所以这种保护也是非常必须的。这也是你必然的一个防卫铠甲嘛，不能随意的脱掉，要不然你的这个职场生命就会有危险呐，在这个圈子里没法混了。那所以你在这种状况下展现出来的魅力和风度啊，是戴了过滤眼镜的。那他看到的你呢，并不是比较放松和自然的你，而是一个处于打拼状态的你，带着层层的铠甲啊，武装到了牙齿，并且冲锋陷阵的这个状态啊，尽显无疑啊，是一个拼搏型的你，而不是生活中的你。他看你是这个样子。那你看他呢？你看他最大的感觉就是太压抑了，活得太悲催了，有话不能说，有感情不能表达。哎呀，明明是话都堵在心口了啊，但是就是说不出来。这种感觉其实是很虐心的啊，这种感觉能活活把人憋死，这简直是皇帝后宫的那种感觉啊！什么真情实感都不能表达。这样的这种生活，即使条件好再优秀，但是快乐吗？那这就是他需要改变和突破的地方啊。一个人的成功，往往也是他的短板，也是他的死穴。如果在这一点上不能改变的话，哎呀，那这份关系真的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还有迎接很多考题。这就是他最大的功课。其实你看得蛮准的，这就是他平时展现的样子嘛，只是在感情上，他的长处就变成了他的短板。但同时呢，他对你也保持着一种分寸感啊。这种分寸感就是正常的交往分寸，不会让你感到有什么特别之处，也不会给你留下什么把柄。所以这就是他的可以说是职业习惯吧，或者说也是一种给双方留有余地的自我保护。但这种分寸感有时候也不是好事，它会让你们的感情总是停滞不前，卡在那个状态。最后呢，来看一看你们这份关系的最终走向啊。可以说你们的这份感情是有很好的发展空间的，
你们有共同的价值观，有共同的人生目标，有很大的生活交集。那这种交集是你们走在一起的坚实的支撑。那同时呢，你们这种关系啊，如果从暗恋进一步向明恋转化的话，还要走过很多的关口，要迎接很多的考验，有很多不确定性的因素，尤其是双方性格和价值观方面的因素，需要在一起磨合。这种磨合呢，肯定不是四平八稳的，那有很多意外，很多不可控的因素，这就看你们是否能够很好的应对和驾驭，让这份感情的种子是否能够开花，最终结出一个很好的果子啊。这里边的挑战还是不小的。但换句话来说呢，有时候你也不要太急于出结果，这种感觉也未尝不是一种美。如果一朵花开的时候啊，很早的这朵花就开完了，最后就要奔着结果去了，那这朵花也失去了它的美丽，对吗？所以这种暗恋状态下的感情也是一种甜蜜啊，就不妨好好的享受它，并且体验这个过程中的很多种可能性，这是很幸福的一件事儿，所以也没有必要去刻意的催化它。那你应该具体采用的行动呢，就是要给对方机会，要尽量创造机会，因为对方暗恋你的那个对象是一个比较压抑的人，比较传统保守的人，瞻前顾后，这个时候就对你的这种观察入微的观察力和沟通力要求会比较高一些。如果你不给他机会，那他可能吃了闭门羹之后就知难而退了。所以要记得哦，要不停的暗示对方，要给他机会，要不停的引导他，这样才能让这份感情呢更好的修成正果。在这个过程中啊，还要切记一点呀，不要操之过急。是你的菜呢，终究是你的菜。当你看好、确定之后啊，记得呀，要做好组合拳啊，要做好组合拳的攻击。有时候适当的主动一点没有坏处，不要过于被动，但前提是你要等待合适的时机啊，不可操之过急。但以你的魅力啊和能力啊，最终的结果是好的，你能够把握这个局面，以你的魅力还有你的运气啊，最终是能让这份感情结出一个比较好的结果的。祝福你！以上是关于梅花阵的解读啊，听完的朋友请选择一键3连支持我哦，谢谢。